为捕猎一头野猪，3头老虎误入野猪套，被勒住脖子后全部惨死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春夏之交，苏门答腊岛的天气越发炎热潮湿，各类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。在棕榈种植园附近的一处山脉里，2只苏门答腊虎正在追逐一头野猪。面对2头老虎的夹击，野猪体力下降得很快。然而，就在他心灰意冷，准备坦然赴死的时候，前面一个野猪套的出现，让他看到了生机。狡猾的野猪因为常年见识过这种简单的猎套，所以对此非常熟悉。于是他心生一计，打算把2只老虎带入野猪套，这样就能脱身了。一想到这里，野猪便跑得更快了，而后面2只老虎也是紧追不舍。就在野猪即将靠近野猪套的时候，他突然一个侧身，居然轻松从猎套旁边穿行而过。但老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他们因为太专注于追杀野猪，没有发现前面隐藏的野猪套，再加上体型庞大，避之不及。跑在前面的这头雄虎一脚就踩到了野猪套机关，从而触发了钢丝反弹，一下摔倒在草地上。中了野猪套的雄虎一开始准备把猎套挣脱掉，但随着他的发力，野猪套却越勒越紧。后面赶到的雌虎看到这种情况，也顾不得追赶野猪了，居然直接冲上前去，紧紧咬住野猪套的钢丝，希望把钢丝绳咬断。但钢丝绳不仅没断，反而还在雌虎的虎口上勒出一道道血痕。绝望的雄虎奋力挣扎，但也无济于事。眼看雄虎就要被钢丝绳勒死，雌虎一声虎啸，划破了天际。随着声音飘荡于夜空，一只巨型苏门答腊虎从远处跑来。原来这只巨虎是雄虎的亲兄弟。只见它直接一扑而上，跳到雄虎的猎套前面，死死拖着钢丝索，打算把固定在树干上的野猪套连根拔起。雌虎见状也赶来帮忙。随着树干的震动，固定在树上的野猪套好像出现了一丝松动。巨虎一鼓作气，打算把野猪套扯下来，可谁曾想野猪套不止一个。由于动作幅度太大，巨虎触动了另一个布置在这里的野猪套，转瞬之间，自己的脖子就被套上了一根钢丝绳。情急之下，巨虎拖着钢丝索一路狂奔，没想到这根钢丝绳仿佛无穷无尽一样，套在巨虎脖子上被扯出了好远。巨虎跑了一段距离后，终于力竭停下。然而此时的钢丝绳在巨虎脖子上越勒越紧，有一段绳子甚至直接卡进了他的皮肉里。巨虎迫于无奈，只能在荆棘丛里打滚，试图利用荆棘丛里的倒刺把自己身上的锁链蹭下来。谁曾想，随着巨虎的不断蹭动，锁链不但没有被蹭掉，反而将巨虎来了个五花大绑，有几根荆棘还刺进了巨虎的肉里。剧痛的感觉让巨虎异常恼怒，他恶狠狠地咆哮着，一个劲儿地往前冲，想要冲破这束缚他的牢笼，但钢丝绳却在后面死死地拖着他。冲刺了一阵后，巨虎力竭而倒，他的脖子已被钢丝绳给勒断了。再回到老虎夫妇这边，雌虎见雄虎无法挣脱野猪套，居然继续用自己的爪子和虎口进行撕咬，结果和雄虎一样，他自己也被机关套住，越挣扎束缚得越紧，最终2头老虎葬身一处。当印尼警方在苏门答腊岛的棕榈种植园附近巡逻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一雄一雌2头老虎竟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野猪套双双殒命，死状凄惨。几个小时后，相关人员在距离老虎夫妇尸体500米处又发现了另一只苏门答腊虎的尸体。这只老虎的死状更为凄惨，它不仅全身披满荆棘，就连脖子都被勒断，直接吊在了野猪套上。据印尼一家动物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透露，他们在事后调查了老虎尸体周边的所有农场，发现这些地方多多少少都设置了野猪套。因为当地野猪经常过来偷吃东西，所以他们不得不设置陷阱来捕捉野猪。事实上，这已经不是首例苏门答腊虎被野猪套勒死的事件了。早在去年10月份，就有人爆料，在印尼的辽内省，有一只雌虎因为不小心掉入猎人设置的野猪套，苦苦挣扎无果后窒息而亡。除此之外，2个月后，在另一个地方也发生了3只老虎被猎人陷阱误杀的事故，其中有2只还是未成年的幼虎。
据了解，这些猎人所使用的猎套隐蔽而锋利，这次不小心被套住的苏门答腊虎就是中了这种结构简单的野猪套。当老虎从陷阱旁边穿过的时候，触发机关，坚韧的钢丝绳就会直接把老虎勒住。随着老虎的挣扎，钢丝绳越勒越紧。由于老虎没有像人类一样灵巧的双手，所以只能靠蛮力来挣脱钢丝绳。越是这样，钢丝绳反而勒得越紧，有些甚至会直接把老虎的脖子给勒断了。这还只是简单的野猪套，有些复杂一点的野猪套更加锋利，杀伤力更强。很多老虎正是遇到它们才殒命于此。当地人看到老虎被勒死后，甚至还打起了贩卖老虎尸体的主意。根据相关工作人员透露，因为疫情影响，当地居民收入锐减，而老虎身上浑身是宝，所以这些人打算偷卖老虎尸体来增加收入。当时，这种简单的猎套在网上随处就能买到。不仅如此，有些商家还开发出了衍生产品，从钢丝夹、野猪夹到电线电缆捕兽夹，应有尽有。如果不想从网上买，也可以利用一根简单的铁丝自己制作而成，成本不到5块钱。猎手只需要将这些钢丝绳固定到树上，就能让其发挥效果。而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陷阱，遍布于各大山林之中，从国内到国外比比皆是。比如在我国的完达山，有一种叫活套的捕猎工具，这种活套可以拴在一根横木上，而横木卡在2棵大树之间。一旦野兽被活套锁住，当它奋力往前走的时候，后面的横木就会卡在大树上，阻止野兽前行。越挣扎，锁套勒得越紧。这些野兽的结局往往都是在遭受了巨大痛苦后被活活勒死。2019年冬天，黑龙江就曾发现过一只被锁套弄伤的东北虎。这只老虎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，身上有2处伤口，分别位于脖子和前腿处。根据推断，它被勒了有10天之久，伤口已经出现了溃烂和发炎。为了拯救这只东北虎，东北林业大学的专家对其展开了手术，将伤口进行清洗、消毒、上药、包扎，这才挽救了它的生命。黑龙江那只东北虎的运气还算好的，但吉林的这只老虎就没那么走运了。2002年，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吉林省珲春市发现了一只受伤严重的东北虎，它因肺部脓肿、肝脏、肾脏功能衰竭而死。据现场的工作人员说，接到受伤老虎时，他们发现这只老虎的脖子被锁套死死地捆住，气管和食管都被勒断了。这些老虎之所以被猎套锁住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偷猎、盗猎的现象屡禁不止。虽然我国在动物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宣传工作，但还是有一些人铤而走险，在山林中放置大量的野猪套。因为东北虎常年会跟在野猪群后面，走着走着，一不小心就触碰到了猎人设置的陷阱，从而导致东北虎成了这些陷阱的牺牲品。2008年，时任东方红林业局管护员的宋某就曾因为误杀一只东北虎而被判刑。当时的他因为常年在山中巡视，发现山林里经常会有野猪出没，于是动了歪心思，就想在附近设置一些野猪套，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他仔细勘察了野猪行进的轨迹后，就在那些地方设置了活套。谁曾想这些活套没有套到野猪，反而套到了一个庞然大物。当时负责巡检的工作人员小赵和小郑正在山上巡视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幅场景，把二人吓了一跳。有一只老虎的尸体躺在林地中间，它的脖子上还套了一个猎套。看到这种情况，二人随即报了警。警方赶到后，直接找到了林区的负责人宋某，而宋某在无奈之下只得承认自己是为了捕捉野猪而误杀了老虎。虽然这是误杀，但也对东北虎的族群带来了一定的伤害。最后，东方红林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捕猎、杀害野生濒危动物罪，判处宋某10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5000元。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，滥用陷阱捕杀野生动物，导致很多老虎成了受害者。再加上这些陷阱随意铺设在野外，很有可能导致路人误踩，伤及无辜。如果你在山上发现了有类似的陷阱或工具，可以直接向警方举报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